在上课的时候他是坐在地下的，他也不管任何人，他不会听指示，被医生宣判他是有轻微的自闭还有好动。虽然当时呢我有点焦虑也有点慌张啊，但是呢我确信呢我有那么好人给我。陈生就是在他的 checkpoint 呢拿下3科满分的成绩跟我先生流下很感动的眼泪。他中学毕业一句感言You will eventually find what you want in your life. Let's never too lat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人生反转》啦，季子姐欢迎你。大家好。那么故事就要回到去陈生刚出世的时候，2005年，对吗？对，他是很可爱的，然后呢也是很健康的降临在我们的家庭里。多了一个孩子是不是特别热闹？然后家里呢就是叽叽喳喳，对不对？对。结果呢是2年下来呢陈生呢就没办法讲话，没办法讲一个整句的话。你会着急吗？我当时是会有担心的。当时家庭医生呢就是告诉我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有的孩子也是4、5岁才能讲话的。在他2岁多的时候呢就去读那个 pre-nursery， 但是呢1年下来呢就是发现到他还是吸收力非常的慢，然后表达力也是非常的糟糕。他在上课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专心的，他一直走动的，甚至呢他是坐在地下的，他也不管任何人，他不会听指示。幼稚园的院长就很慎重的告诉我，通常孩子有这一类型的问题呢他一定是有问题所在，所以呢他就建议我带他去看那个精神病科的医生，还有呢就是要尽快呢让他去做语言治疗你当下是怎样回应的？你能够接受是你自己孩子的问题吗？我当时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说为什么要把他送进那个精神病院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那种精神病科的呢是属于那种疯人的地方嘛。但后来呢我也是明白到了原来呢是一些鉴定比如讲忧郁症或者是那种躁狂症这些都是要通过这个精神病科医生来鉴定，才能够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孩子所以我就接受过来他去做这个鉴定。当时呢他就3岁6个月就是被医生宣判他是有轻微的自闭还有好动。那么你当下是怎样一个回应你怎么去做？医生说这一类的孩子呢就是缺乏爱和自信当时他也提醒我，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呢是在4岁到6岁，他的吸收力呢是可以80%如果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期呢，你就要用更长的时间去弥补过来了。那一刻你的心情是怎样？会更慌吗？虽然当时呢我有点焦虑也有点慌张但是呢我确信呢我有那么好人给我，定会守护我跟孩子的。然后我们家里呢也是会给予满满的爱去照顾陈生，还有呢培育他和肯定他我也是祈求就是一定要能够找到最好的那个治疗方式我不要浪费时间的在那边兜兜转转过后你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治疗。那几年呢我几乎是在路上呢就是陪着陈生去做各种治疗，语言治疗感官治疗系统排列治疗还有沙疗同时呢我要兼顾协会活动、事业还有兼顾家庭我是非常的忙碌哇，每天不是在治疗就是在治疗的那个途中说实话你累吗？其实呢说不累是假的那陈生呢就这样小小的一个身躯一早起来呢就是要去上学，上学过后我就要带着他去做各种治疗晚上呢回到家又要做功课所以呢你说他是不是比我更累呢？幸好我发现到其中一个工具就是那个 Rollerball 对他的帮助是非常的大。我发现到我给他做的次数越多的话呢，他的稳定性真的是更加的好他也很明显的就是在他的那个做功课的时间上缩短了很多。然后呢在语言表达方面上呢他也是能够说出一个整句句子咯。哇，那个 rollerball 不只是玩具那么简单它也是陈生的那个人生转盘可以这么说咯。
但是如果想起来之前真的是不简单哦。之前我只是要给他做一张 A4 paper 的纸我需要用到3个小时的时间我需要把他就是用那个 baby chair 跟他安全带绑着了，然后就给他做功课，然后过后呢就要跟他放下来，再给他走动一下，绑了又放，绑了又放来来回回，真的是用到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他的那个功课哇，其实我只是在脑海里面想象一遍我都觉得很不容易真的很值得颁一个铁人妈妈的勋章给你铁人妈妈颁给我，我是不敢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勋章呢是颁给我的家人家人的那种陪伴的鼓励还有呢题目的那种守护呢，我们全家人7个人呢都是以大量的那个题目一直在支援着他。陈生呢也是有参与其中我那时就对他说，你一定要唱很多题目，因为题目呢就是能够让你更加的进步。那么陈生一直做治疗到多少岁呢？他当时就是一直做治疗到8岁咯，8岁过后呢就完全停止所有的治疗。8岁的时候也是上小学的时候嘛，那么上小学他适应到怎样？我就是一直在祈求他能够顺顺利利完成他的小学的这个阶段，然后在分数上呢，我从来就不给他任何的压力也是祈求他不要去跟同学打架，因为他这类型的孩子呢，他们的那个情绪波动是有时会很大的。但是呢，后来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他拿那个水瓶打老师的头所以当天晚上呢就跟他一起祈求，老师呢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呢就是更加的去照顾这个孩子最戏剧性的是那6年级的时候陈生就是在他的 checkpoint 呢拿下3科满分的成绩就是他的英文、数学还有科学当时呢他的班主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跟我讲，陈生是小状元。我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的，跟我先生面对面流下很感动的眼泪。哇，真的很感动也很厉害他是讲以一个黑马的那个知识拿到满分的。他的同学也是有问他是如何做到的，他说他是有题目，他有南苗好人给我，因为考到好的那个成绩呢，就是在中学的5年的时段里面拿到了这个学校的奖学金，每一年呢都是为我们节省了38%的学费咯。哇，真的很感动。那么你作为一个妈妈一直陪伴着陈生你觉得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觉得他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很自信因为从之前都没办法好好讲一句话的整个句子的一个小孩子，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他中学毕业的那个典礼上他写下的有一句感言让我们突然间感觉到他长大了You will eventually find what you want in your life. Let's never too late. 同年呢，他在 IGCSE 的考试中呢，他也考到了好成绩哇，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大学里面，他还有参加什么项目吗？刚刚7月份才从英国回来，完成他的那个交换生的项目其实这个也是他自己去争取的。我们就是也感受得到，就是他从一个不大能讲话有状况的一个小朋友能够独自的去到英国去完成他的交换生然后也看到他的那个完全的成长，就是他也能够呢跟姐姐一起去欧洲去旅行的那种年轻人所以这里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咯。那么刚刚你也分享了陈生的那个变化，那你自己本身呢？这20年来最大的那个感受是什么？那5年里，我们一家人呢默默完成题目，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也在背后呢默默的为我们祈求，那种被支持的那种感动我到现在呢都是记得的。在最后就想要问问你，对于面对同样问题的家长们你有什么忠告或者是鼓励呢？我觉得啦，第一个呢，我们身为家长的，你一定要接受。第二呢，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就是尽快的通过正确的那种管道让他去做那个治疗第三呢，就是再难呢，也不要错过，还有放弃黄金治疗时期的那个努力
因为这段时间呢，你需要更多的那个爱心，还有更多的那种加倍的关心啊，那个耐心啊，去陪伴他，肯定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啦。然后呢，要明白自闭症的孩子呢，只要呢你能够给予及时的那种辅助他也是可以很优秀的。然后最后呢，分享一段我很喜欢的那个指导。所谓幸福呢，绝不是生活优越，没有烦恼，更不是自己过得好就好。真正的幸福呢，是拥有在无论的何种的情况之下，都是在悠然的境界，能够呢让自己的或者身边的人还有环境呢幸福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谢谢金枝姐的分享。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故事，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拜拜。